你好，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佛山市，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烤面包，用蓝莓来烤面包。这款面包的特点呢是做法超级简单，不用揉面，不用特殊整形。第二呢，烤出来的面包呢是相当蓬松，特别拉丝，吃起来以后相当有劲道，真香，真好吃。因为誓言不敢听，因为承诺不甘心，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，去说服明天的命运。因为誓言不敢听，因为承诺不甘心，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，去说服明天的命运。这款面包除了做法超级简单之外呢，是吃起来以后特别有劲道，特别拉丝，可以用手撕着一片一片的吃，感觉真是太舒服了。这是在 Costco 买的蓝莓，美国产的，1公斤卖1300日元。取出大约200克蓝莓，放一勺盐，盐有杀菌作用。清洗几遍以后呢，放到果汁机里边打成果汁。然后过滤出260毫升蓝莓果汁，我们就用这260毫升蓝莓果汁来和面。在600克高筋面粉当中加入6克盐，20克白糖，2克小苏打，6克酵母。先用筷子将干粉混合均匀，然后打入2颗鸡蛋，用筷子将鸡蛋打散，与周围的面粉充分混合。之后加入刚才准备好的260毫升蓝莓果汁，边加边搅拌，搅拌成絮状。之后加入35克植物油，下手揉成面团。看不到干粉，面就和好了，盖上盖，醒面1个晚上。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，明天早晨起床之后再来烤制面包。第二天早晨6点起床之后，首先来准备模具，在模具的底面和边上都刷一层植物油，这样有利于脱模。这是在厨房里发了将近9个小时的面团，厨房的室温是23度。满满的蜂窝状组织，面发的真漂亮。首先用倒拳的方式给面团排气，然后
将面团放到案板上，这里呢不用揉面，用擀面杖直接将面团擀成一个长方形的面片。之后，在面片的表面刷一层植物油，也就是菜籽油。接下来，从一边开始向另一边卷起来，卷成一个长长的长条。之后再从一端向另一端盘起来，盘成一个圆状。直接将面团放到刚才准备好的模具里边，整形工作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盖上保鲜膜，下面开始进行二次醒发。因为我这个烤箱有发酵功能，二次醒发我是在烤箱里发酵了40分钟。如果你的烤箱没有发酵功能，就请把面团放到温暖的地方，当面团的体积长到2倍大，就说明已完成了二次醒发。完成二次醒发之后，首先来预热烤箱，190度预热5分钟。这是完成二次醒发后面团的样子，体积明显比以前长大了2倍。在面团的表面刷一层菜籽油，一是为了锁住水分，二呢，能使烤出的面包的颜色更漂亮。盖上锡纸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面包的表面烤得过焦。在烤制完成前10分钟，我们会把锡纸取出来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把烤盘送入烤箱，下面开始烤制面包，170度烤制30分钟。在烤制完成前15分钟左右，我们把锡纸取出来，然后继续烤制，给面包上色。到点了，面包出炉了，你看这颜色多么漂亮啊！厨房满满的烤面包的香味儿。将模具反过来，面包就很容易脱模了，因为我们刚才准备模具的时候，在模具的表面刷了一层油。这款面包最大的特点，除了不用揉面、不用整形，做法超级简单之外呢，是特别劲道，特别香，用手撕着吃，感觉特别舒服，特别推荐给新手朋友来操作。来看看蓝莓面包烤好了，你看看厨房满满的烤面包的香味，真香。下面我们来尝一尝啊。
你看掉丝来了，你看这面包特别拉丝，特别有劲道，你看看，用手撕着吃就可以，特别软的，特别蓬松，哇，特别劲道。第一感觉是特别劲道，淡淡的蓝莓的香味儿，淡淡的蓝莓的酸甜的味道。吃到嘴里的感觉呢，第一感觉是，哇，这个面包很劲道，特别有嚼劲儿。完了以后是草莓，是那个蓝莓的酸甜的味道，越嚼越有滋味，越嚼让你感觉到，哇，这款面包这么好吃，真香，越嚼越有香味儿。烤这个面包呢，中午带饭、出去旅游都解决问题，非常好。好，来，请你吃蓝莓面包。这个面包做法超级简单，所以呢，特别适合新手朋友操作。谢谢你的观看和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